大家好，包菜我们不要再炒着吃了。今天教你一个特色做法，我家一周做7次都嫌少，真的是开胃又下饭，超好吃，全家人都吃不够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准备一个包菜，先把包菜的根部去掉，然后给它对半切开，把它的硬芯切掉，不然会影响口感。再改刀给它切成细丝。包菜营养丰富，口感脆爽，家人都爱吃。切好以后放入大碗中，加入半勺食盐，再往包菜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给它抓拌均匀。加入食盐能让包菜洗得更加干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给它泡制10分钟左右。接着我们准备一根新鲜的胡萝卜，削掉外皮。皮儿削干净之后，先把头部去掉，再给它切成薄片。然后再改刀给它切成细丝。嫌麻烦的朋友，这一步可以用擦丝器擦成细丝。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时间到了，我们的包菜也泡好了，给它清洗一下，然后捞出来，放入一个篮子里，控水备用。下面往锅中倒入适量的清水，开大火烧开。水烧开之后，加入1勺食盐，再把包菜倒进来焯水，胡萝卜丝也倒进来，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。包菜焯水时间不要太长，时间长了吃起来口感就不脆了，大约焯30秒左右就可以。时间到了之后，控水捞出来，把它倒入提前准备好的凉开水中过凉。包菜过凉之后，吃起来更加爽脆，而且颜色也特别的翠绿。然后下手把它水分挤干。包菜挤干之后，给它放入大碗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几瓣大蒜，先把它切成片，再给它切成蒜末。切好之后放入碗中备用。准备1颗小葱，给它切成葱花。3个小米椒，给它切成圈。全部切好之后，和蒜末放在一起，往里面加入1勺麻辣鲜，1勺胡椒粉，再加入1勺白芝麻。下面锅中倒入少许的菜籽油，开大火烧热。锅中油烧热以后，倒入辣椒的碗中，激发出香味。哇，真的是满屋飘香呀！接着往里面加入2勺生抽，1勺香醋，喜欢吃酸的可以多放1勺。加入少许食盐，1点鸡精，1勺白糖，再滴上几滴小磨香油就行。用勺子把调味料搅拌均匀。哇，这个万能料汁真的是太香了，拌啥都好吃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把它倒入包菜里面，再加入适量的香菜段，用筷子搅拌均匀。这里咱们多给它搅拌一会儿，让料汁都融入到包菜里面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如果不着急吃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它放入冰箱里边冷藏2个小时左右，这样咱们吃的时候更加的清凉入味又好吃。然后把它倒入盘中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，闻起来好香呀！一道美味的凉拌包菜就制作完成了。包菜这样做比炒的好吃多了，营养还不流失，吃起来特别的开胃下饭又解馋。每次这样做，家里的米饭都不够吃的，特别的解腻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，吃过的都赞不绝口。喜欢的朋友就照样收藏起来试试吧。
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！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入秋后要多吃南瓜，今天就用一块南瓜给大家分享一个新做法，不炒、不炸、不煮粥，出锅香甜松软，一周吃7次都嫌少，连挑食的孩子们都特别喜欢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这是我刚从超市里花了1块钱买了一块南瓜，先用刀把南瓜的外皮切掉。秋季正是南瓜大量上市的季节，又新鲜又便宜，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高。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多给家人吃一些南瓜，对身体非常有好处。切干净之后，给它对半切开，再用一个小勺子把里边的南瓜籽挖出来。把南瓜洗干净之后，给它切成薄片，尽量切的薄一点，这样更容易蒸熟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盘中，然后再放入蒸锅中，开中大火蒸10分钟左右，给它蒸熟。时间到了，我们的南瓜也蒸熟了，把南瓜取出来，放在案板上，用一个叉子给它压成南瓜泥。压好之后，给它倒进大碗中，往里面加入1勺白糖，喜欢吃甜的可以多加2勺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放凉备用。接着准备一个碗，往里面倒入半碗温水，大约35度左右，再加入2颗酵母粉，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把酵母粉化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把它倒入晾凉的南瓜泥里面，再次将南瓜泥搅拌均匀。接着往里面少量多次的加入普通面粉，用筷子继续搅拌均匀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一直搅拌成像这样粘稠的面糊就可以了。咱们给它盖上盖子，常温发酵50分钟左右。趁这个时间，往碗中加入适量的红枣，往里面加入1勺食盐，再倒入适量的清水，用手把红枣抓洗干净。加入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，这样能更好的洗掉红枣褶皱里边的脏东西和杂质。把红枣清洗干净以后，控水捞出来，把它放在案板上，再把它切成片，把里边的红枣核切掉不要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。这时我们的面糊已经发酵好了，用筷子把发酵好的面糊搅拌一下，排一下气。搅拌好之后，把它放一旁备用。下面准备3个漂亮的小碗，用刷子把碗的表面刷一层食用油，再往里面撒上一点黑芝麻，好看又增香，也更好脱模。然后把面糊倒入碗中，给它装8分满就可以，依次全部放好。全部放进来以后，直接放入蒸锅里。先不用开火，盖上盖子，2次醒发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大家看一下，生杯体积明显增大了许多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把我们切好的红枣放在面糊上面，好看又好吃。全部放好之后，再给它盖上盖子，水开之后蒸25分钟，给它蒸熟。时间到了，又焖了2分钟，打开盖子看一下，哇，好漂亮啊！一股南瓜甜甜的味道和红枣的香甜味扑鼻而来，用手按压能快速回弹就是熟了。放在案板上，用手沿着边缘给它扒一下，这样更好脱模。大家看一下，
底部也非常的漂亮，蓬松又渲染，放入盘装，美味极成。一道营养又好吃的南瓜发糕就制作完成了。这样做出的发糕特别的好吃，真的是太香了，颜色看着特别的漂亮，美味又营养。看一下里面，比面包还松软，咬上一口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发过的面虽然好消化，特别适合老人孩子们吃。做法非常的简单，手不沾面，筷子搅一搅就能搞定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、转发哦。感谢您的支持，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